Hello，大家好，我是爱玩桌的天狗。今天呢，要来继续我们筛迷奇境的冒险啦。而上一回呢，我们在乔列夫镇完成国王对我们下达的任务，处理巨魔，并且呢，也第一次认识到星光门这个组织。天狗本人对星光门非常感兴趣，指挥官要求我们陪他一同去地下城镇压一群吸血鬼。那我们这一次的冒险会遇到什么故事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地下城位于首都的下方，是座地下迷宫，那里有着古老的墓穴和纵横交错的地下道。罪犯、流浪汉、叛乱者和平民都在此安家。这里的人对国王卫队都非常不满。你跟着扎里克穿过一片墓地，来到皇家陵墓。他打开门，你们沿着楼梯往下走了3层，眼前又出现了一扇门，它是通往这个迷宫地下城的众多入口之一。这里就是我们要来的第一个地方。你的任务非常简单，但你要有心理准备。扎里克说，吸血鬼是强大的德拉古战士，一旦被他们咬伤就无法治愈。你必须杀死吸血鬼和你遇到的所有感染者，并且要向我提供他们死亡的证明。感染者往往有着冰冷的灰色眼睛、长长的獠牙以及脖子上深深咬痕。扎里克向你努了努嘴巴，示意你进入大门。隧道在阿泽玛的遗骸处会分出3条岔路，一条岔路会带你到盗贼公会，另一条会带你穿过旧秩序的藏骨堂，第3条通向火葬场。保持警惕，吸血鬼可能藏在任何地方。扎里克递给你一盏灯，告诉你可以用它来仔细搜索周边，完成任务后就回到这里。扎里克说完便锁上你身后的铁门。哭啊，我以为他陪我下去。一盏提灯，好哇，这里好黑呀。扎里克把我们锁起来，还是用看提灯会发生什么事，亮瞎他的眼睛。好，那我们来用提灯。你把提灯举到扎里克的脸上，明亮的光线使他眯了眼睛。对，他说你学会怎么用了，接下来你会在地下城的其他地方用到它。好，看起来我们只是闪瞎他的眼睛而已。那接下来呢，我们拿着我们的提灯从墓地呢跑到阿泽玛之谷。先拿取一点经验值。你来到了一个宽敞的大厅，其天花板呈现一个巨大的拱形。这座大厅由世界之母龙后阿泽玛的遗骨所建造而成的。阿泽玛的魔法首次将许多位面和其中的生灵吸引到乌洛斯。正在那时，他为纳洛斯的守护者不朽骑士铸造了武器。他是首位从其他位面进入乌洛斯的先驱。这些骨头被安放在此处，以纪念阿泽玛。这样一来，任何人在纪念逝者前都得先向他致敬。阿泽玛的鳞片被有序地镶嵌在他的头骨上，提灯的光被这些鳞片反射回你身上，形成了一道道灿烂的彩虹明柱，仿佛阿泽玛正对着你微笑。当你怀着敬畏之心注视这个庞大的骨架时，你发现一个蒙面人正在由肋骨和爪子构成的柱子之间闪转腾挪，看来此人想在暗中悄悄地接近。那就迅捷攻击，打他个措手不及。你向那黑暗的身影冲去，一瞬间就来到他的面前。你拔出武器，借着昏暗的灯光，终于看清了对手，一个披着斗篷的女兽化人。她的眉心会有星光门之眼。进行战斗，蓝色跟2个黑色还有个绿色所组成的一个绿色跟一个蓝色作为这一次的指定骰。嗨，是骰一下这一次的攻击是。那结果呢？有点差强人意，可以用什么牌来改变它呢？来看看，再重骰1颗，再重骰2颗黑色。任意数量的卡牌呢，是皮夹的话是不计上限，所以这2张算1张。那我就重骰2颗黑色。那结果是2个5，刚刚好。那先这样2颗，这2颗呢还可以怎么改呢？我看看，然后再打1张神秘软甲，重骰蓝色。好，刚好是2。那神秘软甲呢，就会到弃牌里面。到下一回合，之前呢，我先拿回骰子盖上去的奖励，跟1点经验值，扣1点血，跟2点。再来拿出3颗骰子，3颗，有绿色。
好，那我就直接甩出去啊，来个6。啊，有没有6啊？没有6。那有6啦，只是颜色不对。那颜色不对的话，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方法可以拯救它呢？玉石护手，任何颜色会变成6。好，那就任何颜色都变成6。那把它变成6吗？把它改起来。我们就把这个敌人给打败了。你在战斗中卸下女兽化人的武装，她向你投降了。她的牙齿虽然很锋利，但是眼睛呈现浅蓝色，而不是被感染后的灰色。你检查了她的脖子，并没有发现咬痕。当你问起她逗留地下城的目的，她支支吾吾，似乎并不想回答。女兽化人好像认出你，你是吉姆利克斯在乔列夫镇附近遇到的那个国王卫队的士兵。他说，他刚刚经过这里，说你对星光门很重要。他站了起来，说自己叫莫拉，还为刚刚的误解感到抱歉。我今晚本该阻止国王卫队进入地下城，但我可以为你破例。他把手伸进背包里，拿出了一枚签制奖章，把它交给盗贼工会门口的兽人守卫。他说，你去到图书馆时会用到的一个通行暗号，无论他们说什么，你都这样回答。然而星光门之眼注视着我们所有人，说完这个暗号，他们就会允许你进入。你向他道谢，然后便放他离去。我们先去盗贼工会好了，好不好？因为刚刚他叫我们说去盗贼工会给他奖章，就让我们进去。那我们去看看。好，那我们要从阿泽玛之谷呢前往盗贼工会，但路上呢我们会遇到一个随机事件。在一条黑暗的通道里，你遇到了一个年轻的、衣着考究的人类女贵族，她正借着火炬的亮光，对着一面随身镜端详自己。当你走近时，她用面纱遮住自己的脸庞。让我过去，她对你说：“我是科琳娜，皇家议会艾米莉亚·邓图姆夫人的女儿。”你考虑着这个年轻女子的请求，如果她被感染了，那么她未经过检查就通过，将酿成大祸。但艾米莉亚夫人在萨贝克是个有权势的人物，惹恼了她的女儿，可能对你在国王卫队的事业并不利。在这种地方总会遇到这种人，这种贵族怎么会在这地底下呢？很奇怪，那就坚持对他进行检查。你表达了歉意，并解释说自己的任务是清除地下城的吸血鬼，所以必须例行公事检查每一个人。他揭开面纱，露出冰冷的灰色眼睛和长长的獠牙。我本来希望自己邀到的第一个人是克雷特，他说，但看来你很荣幸取代了他。哎，就说吧，这种地下城可能会出现这种女子，还敢在那边说自己是贵族的女儿哦，吸血鬼就吸血鬼哦。好，那就战斗。那我们来遇到刚刚感染的人类。那感染的词条呢，写说，当玩家每花费1点体力增加骰子至骰池时呢，必须从供应堆中拿取1点体力至其疲劳区，那就是额外再拿1点的意思。哦，那就是烦哦。好吧，那。这个是绿色跟黑色都可以。再用体质，那我就加一个绿色体质，然后并且呢再加一个疲劳。所以呢这一次的骰子有一个绿色的，另外2颗随机抽。随机抽的结果是，2颗都紫色。好，那我们这次的骰出来的结果是，还不错，3。那我先拿1点经验值。那接下来剩下这2颗呢，都可以变吗？这个绿色可以变，可以。那这个检查，先出一张检查，那把它1变成5，就变成5。这样，那先加一个这个好了，加一个蓝色。好，加一个蓝色才出来。刚好是2，结束了这回合的战斗。不错，感觉会玩这游戏，好开心。好，那我们就打败了这个受感染的人类吸血鬼疾病。已知的唯一解药是死亡，于是你便赐死了
艾米莉亚夫人的女儿。她咽下最后一口气后，你需要处理掉她的尸体。你可以将其带给扎利克，接受杀害皇家议会成员女儿可能带来的所有后果。你也可以把她藏在这里，这样就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也没有人会将她的死归咎于你。啊，要处理尸体啊，好纠结哦。万一我藏这个尸体被人家看到怎么办？可是如果我带上去的话，扎利克就认为说我杀死他，带去给扎利克好了。这是我是皇家卫队的一员，所以我觉得已经都例行公事了，那就一直做到底，就算未来怎样，我也没办法。你把年轻的女子尸体抬到扎利克面前，向他解释了一切。他面无表情的点了点头，但还是打开了大门，接过了尸体。然后你又再次回返地下城。艾米莉亚夫人的悲痛。你在清除地下城吸血鬼时，杀死了一位年轻的贵族女子。你把她的尸体交给了扎利克，由他转交给他的母亲，皇家议会的艾米莉亚·邓图姆夫人。邓图姆夫人呢？我把他儿子关到，这个也叫邓图姆，是不是上一章那个对我吐口水，然后被关在牢笼里面的人？我把他的儿子给关进去监狱里面，又把他女儿给杀了，完蛋了，我会被处死吧我？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盗贼公会。完了，我要让皇家绝子绝孙了。此处有一个盗贼公会，它的总部就在一个墙洞里，里面被雕刻成独特的形状。在公会的入口处，你遇到了一个年老兽人。他接受你的检查，我没有被咬，他说道，并向你展示了自己的脖子。我们一旦发现感染者，就会把他们丢进火葬坑里。兽人似乎很想跟你闲聊，他向你询问不朽骑士的情况。我听说他失踪了，他问道。萨贝克有他的消息吗？你也听说了不朽骑士在德拉古入侵期间失踪的传闻，但你同样不知道他的去处。兽人摇了摇头，太糟糕了。当时在乔列夫北部的黑色沙丘，我亲眼看到他杀死了一条龙，我们牵制住了狗头人，而他和塔里克诺林杀死了其他敌军。你礼貌地点了点头，准备进入盗贼公会，但兽人阻止了你，这里只有会员才能进去。那使用一个道具，那就用刚刚给的牵制奖章这个。他刚刚跟我闲聊啊，现在在那边把我拦进去，很过分。你向兽人守卫呢展示出那枚牵制奖章，他似乎很满意。成为公会成员的唯一方法，便是从盗贼身上偷来一枚奖章。他对你说道：“进去吧。”你进入公会的总部，一个魁梧强壮的女兽人接待了你。她说自己叫冈克，哇，好难记的名字。新来的，她上下打量着你，眼神充满了疑惑。我看你像是国王卫队的。3年前，我姑姑因为偷了一个烂苹果而遭到他们的逮捕。至今仍被关在牢里。冈克的桌上有一张卷好的羊皮纸，上面有一个蜡封，印着星光门之眼。冈克察觉到你盯着羊皮纸，笑着说：“你是不是对星光门有兴趣？”他说：“不如我们先评估一下你的智力。如果你赢了，我就让你看那张羊皮纸。它是一张地图，上面标注了星光门成员的秘密藏身地点。”他向你展示3张卡牌，其中一张是皇后。盯住这张牌，不要眨眼。说完，他便把卡牌快速交换位置。当他手停下来时，他微笑望着你。现在，冈克说道：“告诉我皇后牌在哪里？”那我要技能检定1欺骗，技能检定欺骗。那它的是蓝色跟紫色，那就是魅力跟智力要1等。那骰子上限是4，那我先将2个呢指定。直接 all in 了，好吗？所以呢，我指定一个蓝色跟紫色，并且呢，再抽出2个颜色，好，这2个红色跟黑色。好，筛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哎呦，刚刚好。那这里有一个2，这里有个4，先拿1点经验值。并且呢，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可以改变你的牌型呢？先再加一个好了。好，再加一个蓝色，筛出来。哦，漂亮。那这样子的话，就是3的欺骗鉴定就给它过了。
你抓住冈克的手，从他的袖子里抽出的皇后牌，他笑着握住你的手，赞许说道：“很好。”然后便收起你的工会令牌，指了指桌上的羊皮纸：“你看吧。”你揭开蜡封，展开羊皮纸，里面是一张通往图书馆秘密入口的地图。等你到了这里，待我向他们问好。冈克说：“现在我们先来训练一番，如何？”哦，这个是图书馆。这里你看，这里有一个坐标，好酷哦！所以要到这样子下来，所以这里就是图书馆的位置。我们来进行第一次休息。那我拿2点够吗？3点经验值，好，放回去一堆里面。然后呢，我们这一次呢，所以要抽出3颗骰子，3颗哈，3颗。好，可以，那就2个绿色，1个蓝色。那2个绿色，1个蓝色，还不错啦。这一次抽出来的休息还不错。好高。好，那这样子的话呢，智力就是回满2点，体力基本上也是回满2点。好的，那剩下的点数呢，这边有11跟4。那刚刚智力这边是2个，所以呢先回2点。那这边6跟11啦，后来剩9点，所以应该是全部的疲劳都不见了。好，比如说我今天骰到6，那我的体力值最大上限就是回到3，那剩下的3呢，就是回疲劳区里面的疲劳点数，那就是把3点的疲劳值丢回去供应堆，代表说现在就是没有疲劳值。OK， 好，那休息完之后呢，移动到另外一个地点，那就移动到另外一个地点啦。湿滑的泥土坡底，你看到吉姆利克斯正在凿一个嵌入地面的奇怪头骨的额头。他看到你似乎很惊讶，没想到你竟然也会来地下城这种地方。他说道。吉姆利克斯的凿子凿开了骨头，他拿出了一根顶部镶着硕大蓝宝石的魔杖。现在可以肯定，这个玩意被诅咒了。但好在诅咒并非来自其他世界。想不想和我一起测试一下？我们同时触摸这颗宝石，准备好了吗？他盯着这颗宝石，眼睛闪烁着期待的光芒。相信吉姆利克斯并触摸宝石，说服他这颗宝石太过危险。好啦，说服他这颗宝石太过危险。你骗吉姆利克斯说这块宝石比他想象的还要危险。你描述他是如何用其他世界的虚假幻象来毒害思想、腐蚀精神，并使其主人发疯的。当你讲述他以前的主人所遭受的悲惨命运时，吉姆利克斯的眼中满是怀疑。预言家是在骗人的吗？欺骗2，欺骗2，好难哦！各拿1颗好了，先各拿1颗。先建立骰池，紫色、白色跟蓝色。好，这是第一组骰池。那接下来3颗呢，再抓3颗出来。好，那接下来再抓3颗出来。那这一颗是我的宠物，对不对？好，我们来筛出我们的第一骰。好，那这边有1颗、2颗，那我来看看有什么卡片呢，可以来修改它的。那不然先这个，先打出1张符文吊坠。符文吊坠还有什么？这里有符文相关的不是可以打，然后符文吊坠没有，只有好，先打出1张符文吊坠，然后呢，把它翻过来变成4，放这边，换先加1颗那个蓝色的，先加1颗蓝色的，好，把它甩出来，好，甩出来的结果是3，算了，那先这样子好，所以我已经出2张牌了，先打一个技能幻影。好，紫色4，再打出最后1张，改颜色，有没有颜色可以改的？再打出1张诅咒戒指，重新骰4，
漂亮，那就是这刚好4，再拿1点经验值啊，好可怕，好惊险！你讲述了一个有关魔杖强大力量的可怕故事。吉姆利克斯似乎大为震撼，谢谢你的提醒。他说：“你似乎对这类的东西很了解，我们的组织需要你这样的人。”吉姆利克斯给你几枚金币，他说：“你可以用在盗贼工会那儿花，在那训练非常有用。”他投来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随后便离开了。那就得到3枚金币。哎呀呀呀呀！去图书馆哦，图书馆上有星光门之眼的标志。你沿着一条黑暗的通道发现了一扇门，上面画着一个眼睛，你觉得非常眼熟。你敲了敲门，门上开了一个小洞，里面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我们无处不在，神出鬼没。”你背诵了莫拉交给你的暗号，然而星光门之眼注视着我们所有人。门开了，你来到了一个昏暗的古籍图书馆，里面隐隐约约闪烁着蜡烛的光亮。房间的中央有一张木桌，几个披着斗篷的人坐在那里，对着萨贝克的地图若有所思。地图旁放着一个灰色的抽绳袋。一位年长的龙族人从桌前站起来，向你问好：“欢迎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很快会使乌洛斯重回多元宇宙的中心。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汇集所有的力量。”他慢慢起身向你走来。我想邀请你加入，但首先你必须完成一个小小的入会任务。其他人从他的座位上站了起来，你看到自己在阿泽玛大厅遇到的那个女兽化人也在其中。桌子上有一个摊开来的萨贝克地图，其中主要的地点都做了红色标记。你目前还不清楚星光门到底在谋划些什么，但应该不会是什么好事。身为国王护卫队的一员，你的职责很明确，你必须在这些叛军破坏萨贝克之前将他们逮捕。先做星光门的任务好了。听到你说同意执行他们的入会任务时，莫拉和那个年长的龙族人脸上露出了笑容。我叫马西克，他告诉你，你的任务很简单，就是打开这张桌子，把你在里面找到的东西在黎明时分带到乌洛斯神殿。马西克指着一张小小的杜尔盖姆写字台，桌上有一支羽毛笔，一个空的墨水瓶，还有一个破碎的雕像。雕像由白色大理石制成，安装在木质底座上，看上去是一个人的颈部，上面刻着伯特伦·霍格纳，但霍格纳先生的头雕已被折断，不知所踪。你不知道该如何打开书桌，用蛮力也行不通。你拿到了墨水瓶，觉得它可能会派上用场。莫拉把灰色抽绳带递给你，说道：“拿上这个，如果你要对付吸血鬼，他可能会帮上忙。”你打开抽绳带，发现里面装满了骨灰。星光门知识度又再加1，完了要变星光门了。莫拉的敬重。莫拉是一个行踪隐蔽的兽化人盗贼，同时也是星光门的成员。你赢得了他的敬重，而你对神秘事物的兴致让他对你印象颇深。星光门的希望，星光门成员欢迎你加入他们的组织。你能向他们证明你自己的价值吗？马西克的尊重。在地下城，你同意执行星光门的一项入会任务。年长的龙族人成员马西克对此非常欣慰。我用提灯照亮了墨水瓶，借着提灯的光亮，你得仔细检查空的墨水瓶，结果发现里面看到的物质并不是墨水，而是血字。所以这里面是血。前方隧道传来悠悠的鲁特琴和鼓声，你转过弯，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光线充足的石窟，地上铺着编织地毯，角落里布置着绒布沙发和玻璃提灯。一群年轻的萨贝克贵族身着华丽服饰，在此载歌载舞，把酒言欢。一个年轻的恶魔人贵族向你介绍自己，叫做克雷特，他留着长胡子，衣着光鲜，兴奋地与你握手，并拍了拍你的肩膀。来吧，他说道，加入我们。我们已经派了一个朋友去带回吸血鬼的血脉，再过不久，你也可以享受到吸血鬼的祝福。这些可怜的傻瓜正试图被感染，他们认为这样做非常前卫。作为王国卫队的一员，你不允许萨贝克的贵族子嗣以这样的方式危害国王。所以他们是为了跟上潮流，
好去被吸胃药。好，但我们试图劝说他们离开，可是他们那个年轻人不是被我杀掉了吗？如果你有艾米丽夫人的悲痛，好像有一个像这个头衔，艾米丽夫人的悲痛。哦，有，我有。那他们应该知道我干了什么事情，他会不会打我的？你和年轻贵族们一起喝了酒，与他们每个人畅谈，了解他们的兴趣，研究他们对吸血鬼疾病的误解，并且他们讲述德拉古入侵的故事，从而试图说服他们这种感染其实非常危险。在你们谈话中，有几个贵族表达了他们对朋友科琳娜的担心，因为按理来说，她早就该回来了。早被我干掉了，完蛋了。好，那这时候呢，我们要魅力检定2，哇，魅力检定2，指定一个白色，那跟一个绿色作为这一次的骰池指定的颜色。那剩下呢，抽4颗骰子，1、2、4颗哦，4颗哦，还不错哦。那这样子的话，来看看这一次的结果呢是。好，这一次的结果没有到这么的理想。好，对甩出来的结果呢，我先放上去，这边1个、2个，1跟4。那这时候要使用我的技能，叫做预言家。我可以将2个体质呢放回供应堆，并且呢改上面这个骰池的所有的点数+1或减1。那我要选择减1好了，减1，对啊，减1。好，那这样的结果就是这样子。好，那就把5放上去。好，先打出一张诚实，让绿色呢改成白色1。好，白色1在这，拿取1点经验值，再加1张这个随机骰。那我要指定颜色的骰子，那我要加一个紫色的，第6看。好，结果是6，好烂。好的，我再拿出一张诅咒戒指重新骰。好，结果呢是3，刚刚好，并且呢，我再拿回1点经验值。那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就做完这一次的检定也成功。经过一番交谈，你终于说服了他们。这些年轻的贵族虽然有些不情愿，但还是清醒过来，同意回家。我们的一个朋友还在隧道里，他想让吸血鬼咬上一口。克雷特说：“如果你找到了他，请把他也送回家。”哇，回不了家，有啦，他回家了，比你们先回到家。好可怕，但比较冷一点，比较没什么温度。克雷特的救世主，你在地下城遇到了一些渴望被吸血鬼赐福的年轻贵族，你成功说服他们回家，但他们并不感激。恶魔人克雷特尤其反感你多管闲事。我是好人类，在那边。好，那我先做第2次的休息。刺鼻的黑烟从前面的走廊向你涌来，你感到有些窒息。向前走了几步后，你来到一个又高又窄的竖井底部，在一个由石头围起来的坑洞里，一位矮人女子正拨弄一个散发着滚滚浓烟的火堆。她问道：“你有尸体要烧吗？”可以烧尸体啊？有还是没有？矮人女子问道。你看起来一脸困惑，她便接着说道：“我们今晚要清除感染者，无论在何处，只要你发现了他们，就一定要斩草除根，然后把尸体带到这里，我会把他们丢到坑里烧掉。”你看到竖井的一个黑色角落里有一堆衣服和其他物品，他们一定是从死者身上剥下来的。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走过去看看。矮人说：“反正我已经把值钱的东西给拿走了。”就拿提灯随便乱照好了。你用灯光照了照这堆衣服和其他东西，和你想的没差。这里根本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有一件东西引起了你的注意：一个白色大理石材质的头像，它应该是从某个雕像上拆了下来。你决定把它带走。哦，头雕，这是我们盗贼公会里面出现的东西吧？好了，那我们从火葬坑呢，回去图书馆好了。刚刚应该是图书馆有头雕的问题。好，伯特伦·霍格纳的头雕与杜尔盖姆写字台残缺的半身像完美契合，他仿佛在这个图书馆内重获新生，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阴森感扑面而来。你注意到桌上有一根崭新的羽毛笔，
又看了看手中的空墨水瓶，你感觉到围绕这一股异世界的能量，请帮帮我！一个声音在你的耳边响起，这究竟是你的幻觉，还是有人在你耳边低语？好吧，那好像只出现幻觉而已，那只说请帮帮我就没了。那我们再来去晃一晃好了。那我们离开了图书馆，来到了藏古堂的前面，遇到了事件4，一个穿着萨贝克城市工人制服的人向你走来，其帽子的边缘遮住他的脸，也许他是正在执行任务的污水处理员。该男子用粗哑的声音说道：“把提灯放下，老兄，这样我们才方便说话。这光线对我来说太刺眼了。”你放下了提灯，当他走近时，你注意到这个人的走姿好像不太正常，他好像每走一步膝盖就会向后弯曲，而外套里似乎藏着多具肢体。你还注意到其头部奇怪的形状，像是被拉长了一般，眼睛圆鼓鼓的向外突出。你要求他说明来地下城的目的，我只是来干活的。他说：“你就当我是个清洁工吧。”你说自己并不买账，于是便举起提灯，想要看清他的脸。原来他是一个昆虫人，是德拉古的爪牙。他一定是从库尔巴克监狱逃出来的，还偷穿了某个城市工人的制服。他用沙哑的声音说道：“库尔巴克的情况非常糟糕，请不要把我抓回去，我宁愿你将我就地处决。我只想离开这个被诅咒的地方，早日回家。”你察觉到昆虫人并没有被感染，但他毕竟是个逃跑的战俘。他想逃跑，好啦，就让他离开啊。还没有被感染，放他走。你让开了道，昆虫人对你表示感谢。德拉古人不会忘记一些纳洛斯人仍旧有善心。他说完就向隧道走去，获得1点经验值。他宁愿就地制裁，也不要流到那个监狱。看来那个监狱的那个环境应该很差。来吧，那我们到藏古堂，并且获得1点经验值。旧秩序的藏古堂里埋葬着乌洛斯创世者的遗体，他们来自多元宇宙的每一个角落。在纳洛斯从德拉古分裂出来之前，他们就已经在仁慈的阿泽玛的领导下团结一心，共创家园。这里沉睡着数以千计的创世者，他们的头颅和骨架覆盖在每一面墙上。整个藏古堂似乎不是由泥土和石头建造而成的，而是由死者的尸骨堆积而成的。空气中弥漫着阴森恐怖的气息。这时候要使用什么道具呢？我来看看好了。用提灯，这里有个提灯，那我们就用提灯好了。你拿着提灯在藏古堂周围摸索着，终于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条狭窄的隧道。你走入其中，沿着楼梯进入了一个古老的墓穴。这里呢就多了一个墓穴，并且呢获得1点经验值。到古老的墓穴里，好，你进入了一个古老的墓穴，发现了一个半身人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茫然地盯着一盆精美的骨灰盒，看起来精神恍惚。那个骨灰盒上有一些符文，你完全看不懂。突然，一个低沉的声音似乎同时从4面8方传来，翻译过来就是“先祖之祭，无辈之时”。惊愕之余，你环顾四周，半身人根本没张嘴，而墓穴里也没有其他人。他是我们的始祖，却被一个心怀嫉妒的人类活活烧死。那个声音继续说道，他的声音在空气中回荡，而墓穴正聚集的雾气，房间的中心形成一个巨大的蝙蝠状黑影。他称自己为尤凡·罗克塔勋爵，他就是一个吸血鬼。吸血鬼出来了。好，如果我有关键词，图书馆 F4，我有。你感觉到罗克塔勋爵潜入了自己的脑海，并且在其中搜索记忆，好像一双手在你的脑子上引导狮子。我知道你有骨灰，他说把它们交出来。你的手不听使唤地从自己的背包中取出了灰色抽绳带。吸血鬼一看见，就便从你手中夺过了它。他打开袋子，凝视着那些灰烬，脸上露出崇敬的神情。突然之间，你发觉自己的身体又恢复正常了。这说明罗克塔勋爵的催眠能力在他分心时似乎会失效。谢谢，他说，你帮了我一个大忙，我想要还你这个人情。他干嘛？他吸我的血吗？你挥舞起手中的利刃扑向吸血鬼，他惊讶于你竟然会对自己发动攻击，但很快便露出獠牙，张开翅膀跃入空中，朝你袭来。罗克塔勋爵长好丑。
哇，它的骰子好多啊！好，那这一次呢，有比较特殊的模式呢，我们要在第一回呢就要确定说你有没有被打败，或是既然没有成功也没有失败，我们第一轮之后会结算一次。好，那先创建我们的骰池。那首先呢，感觉要拼尽全力，那就把所有的骰子都 all in 了。那目前那就是对我骰子战斗骰子上限是3，那我们不能拿多少，就拿3个，那就是一个红色、一个蓝色跟一个白色。一个红色。好，那我用我的能力呢，来指定这3颗颜色来。好，猜出来的结果是 OK。好，看起来没有那么好。好，先打出第一张卡牌，这个格林塔克这个神器啊，随机加一个颜色，我要加白色。现在丢出来，好，这是5。OK， 5。盖起来获得。放到消耗，我可以来吧。来一张诅咒戒指，重丢一个白色。好，6。好，那再丢一个连甲护腰，那就重丢一次红色的。那剩一张的话就干嘛？好，那剩一张的话，我使用预言家的能力，将2点呢放回去供应堆，并且呢将所有的骰子点数呢减1。好，那我就减1，这边的话就改起来了。罗克塔勋爵躲开了你的攻击，他发出嘶嘶声，身体则变成一团无形的浓雾。后，一个更加狰狞的出现在你的面前，他那蝙蝠般的躯体肌肉暴起，青筋四起，他慢慢的向你靠近，爪子在木屑石板上发出摩擦声，听得你毛骨悚然。还有更多的方块啊，感觉好难打他。好，那我们要进入我们的第2回合，好难加2个感知的骰子。那我们筛出这一次的攻击骰，好像可以哦，可以耶。先将一个开启，获得1个金币，加一个黑色的驱散。好，黑色，加一个狼牙棒，将它的数值呢加1，5。出这张诅咒戒指，然后我们重来。好，那就是算4，14。OK， 那剩下最后一格，怎么办？那我剩最后一张可以选择，加一张格林塔克。很好，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2个。OK， 那我们的这一次的战斗就结束了。你将吸血鬼打倒在地，然后砍下了他的头颅，但他的眼睛仍然牢牢地注视着你，试图将你催眠。你从提灯中倒出火油，将其烧到只剩下骨头，然后扑灭火苗，取出头骨。这应该能让扎利克指挥官满意。半身人仍然死死盯着这面墙，脖子上的咬痕不停地有血渗出。好，吸血鬼的头颅，哎呦，他怎么长这样？好帅哦！吸血鬼猎杀者，凡有罗克塔勋爵想让你成为他的奴隶，但你砍下了他的头，并且将其烧成了白骨。他那催眠般的凝视一直萦绕在你的脑海里。哦呦，我是吸血鬼猎杀者，漂亮。好，那我们把吸血鬼杀掉呢，就可以随时回到 A 地点，找到扎里克指挥官，以结束冒险。那我们来看看那个半身人在干嘛好了，因为那个半身人好像被吸血鬼咬了嘛。然后他说被咬的那个洞呢，一直冒血出来。我在想，因为我结合到我们之前看的空墨水瓶，其实里面装的并不是墨水，而是血字。我们将这个墨水瓶呢接在这个矮人的脖子上，我们来看看结果是什么。你把空墨水瓶放在半身人的脖子边，墨水瓶里慢慢盛满他的鲜血，
他似乎并没有注意到你的存在。装满血的墨水瓶。好了，那装完血的墨水瓶呢，应该是跟刚刚的图书馆有关，所以呢，我们跑回去刚刚的图书馆。好，跑到图书馆里面呢，我们来使用看看这个道具。头雕跟装了血的墨水瓶用在这个图书馆里面，他会说：你把伯特伦·霍格纳的头放在基座上，大小正合适，然后又将装了血的墨水瓶放在桌上。就在这时，你突然感觉到身边似乎有一个幽灵般的存在。杜尔盖姆写字台上的毛笔发着光，突然飘起来，然后沾了些墨水，在羊皮纸上写下了一段诗句：衷心感谢您的鲜血，我不会追问它的出处，但感激之情已经萌芽。我在此释放神力，这个方块见证了恒永，请将其小心保存。它的漂浮令人称奇，还能打开异世界的大门。他的诗也蛮烂的。诗句写完后，写字台缓缓打开，一个玛瑙方块悬浮在你的面前，图书馆开始剧烈摇动。轰鸣巨响之下，你的头上聚起了一股黑色的能量。你在向毛笔道谢后呢，为什么向毛笔道谢？因为是幽灵，看不到，便迅速拿起方块，把它放进塔里克诺林交给你的杜尔盖木链甲袋中。空气再次恢复平静。现在这个方块被安全地放在了你的背包里，你莫名的感到脚步非常轻盈，心情也舒畅了起来。黑色的玛瑙方块就是这个。那就放在杜尔盖姆链甲袋里面。那就回来了墓地的门口，扎利克在铁门前拦住了你，草草的检查你的眼睛、脖子和牙齿，认为你没有被感染后，他向你问及任务的进展如何。你将吸血鬼的头骨递给扎利克检查，他面无表情的点了点头。他们虽然已经死去已久，但骨头中呢还保留一些残存的魔力，这个头骨仍然可以催眠。保管好它，但以后别拿它对着我。你跟着扎利克走上了楼梯，穿过了墓地，向军营走去。你们沿着山脊行进，整个城市的风景尽收眼底。萨贝克是一座港口城市，黎明时分，海湾从乌黑转至金黄，而首都的一切仍然很平静，仿佛万物都还处于沉睡之中。在这个时候起床的只有为买卖而忙碌的农民和鱼贩子。如此安静的时刻，你开始回味昨晚的冒险。杀死吸血鬼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的声音仍然在你的脑海深处隐约回响。也许你随身携带的头骨还在为其发声，他向你低声地诉说着，要你找到更多的古代神器，绝不能让他们落到星光门的手里。即使已经长眠不起，吸血鬼也没有放弃说服你帮他完成任务。已经死掉了，还在那边吵，真讨厌。好，那我们有什么呢？我们在这个冒险的路上呢，遇到一群年轻人啊。这一群年轻人呢，喜欢被吸血鬼吸啊，派出了一个女生进去给吸血鬼咬一口啊，结果被我遇到了，然后我就把她杀掉了。那我把她的尸体带回来，叫做艾米莉亚夫人的悲痛。当晨曦洒落在萨贝克之时，一位不幸的人将会陷入悲伤。扎利克已经把科琳娜邓图姆的遗体交给了宫廷卫队，他们将怀揣着悲痛的心情把他送回家。对你来说，这可能也是一个不走运的日子，因为总有人来问这个年轻女子的死因，而你又为什么没能保护她？有太多谴责会向你袭来。即便如此，你还是完成了使萨贝克贵族免于吸血鬼的感染。无论如何，你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职责，并且能够得到一丝慰藉。克雷特的救世主。你发现年轻贵族不太安分，他们无视危险，甚至巴不得成为吸血鬼。你不禁对此忧心忡忡。虽然地下城近在咫尺，但在萨贝克的保护下，贵族们一直过着安逸的生活。德拉古入侵期间，他们并没有目睹战争的恐怖，所以对那些本应引起他们恐惧的东西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想法。你庆幸自己把他们安全的送回家。马西赫的尊重跟莫拉的敬重。你揭示了星光门的几位成员，这个秘密组织似乎正密谋着反对皇室，他们对乌洛斯以及其他位面的关系有着深刻的了解。你希望从这些新朋友那学习很多东西，但你也担心一旦自己与星光门的关系为人所知，你在王国护卫队的地位可能会受到威胁。好，再来是星光门的希望。
马西克交给你的任务是挖掘图书馆的秘密，你对此感到非常兴趣，你忍不住想知道星光门还藏着什么样的谜团。他们即将实施针对萨贝克的计划，并且让你在乌洛斯神庙与他们会面。你仍然对星光门的计划的动机毫无头绪。哇，星光门真的很酷，可是他感觉就是要反皇室啊，因为他就是要挖出一些神器，然后来操纵它。你的思绪被突然打断，一阵爆炸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一大片晨雾从塔伦竞技场的上空升起，街道上传来了此起彼伏的叫声。你意识到一定是有什么东西逃出了竞技场，并且开始在萨贝克肆虐。看来星光门已经开始行动了。好，那我们这一次地下城冒险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是 B 站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一键3连。那我们下一个冒险再见喽，拜拜。